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和吉他维修。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支琴呢是 Gibson SG61，这是一支06年的琴。那么之所以叫做 SG61呢，是因为它复刻了1961年的 Gibson Les Paul SG。但是从这个复刻的角度来说呢，它显然是不够准确啊。我这里有一个依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呢是一本专门介绍这个 SG 的一本书，这里有很多老年间的一些 SG 的图片，比如说这张吧，大家请看啊，这里明显的是在琴颈的钢筋盖板以及装饰盖板这里呢，都会标有 Les Paul 的签名。那么为什么今天所生产的这些 SG它没有这个 Les Paul 的签名了呢？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这个事儿。首先呢，就是在这个1961年的时候Gibson 公司推出了 SG 这款琴。那么在当时呢，跟大家说过了，是作为一支 Les Paul 的签名款问世的。当时呢，这个琴呢，在61年以及63年刚问世的这个3年间吧。它的销售市场反响非常好，或者说是这个非常的成功啊。有一个数据就是在61年到63年这段期间 ，SG 总共销售了7000只。这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对比一下同时期的这个 Les Paul， 那 Les Paul 呢，仅售出了是1700只。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 SG 在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尤其这个市场的反馈非常的热烈。那么 SG 之所以在市场能有如此好的成绩，我觉得是跟它非常有创意性的这种设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60年代来说呢，那个时候的琴型很少。所以 SG 当时的某一些的设计理念来说呢，用今天的话讲，那就是黑科技，那就是非常的这个夺人眼眶。那么首先，相对于 Les Paul 而言，它采用了这个更纤薄的这个琴颈这就不用多说了，是吧？这你弹的时候肯定是更顺手然后在琴颈的这个和琴身的连接处，向后延伸了3品，那么这样就是更方便你在演奏高把位的时候顺手，是吧？同时呢，还发展出了这个双切角的设计。那么这个双切角的设计呢，无论是在外观上，还是在这个使用上，都会给人带来这个非常便捷的这种选择。同时，再加上它平面的这个琴身设计，减轻了琴体的自重。使这个声音呢，更加的轻盈一些在弹奏它的时候呢，更加的舒适一些。还有这些人体工程学的这种倒角设计，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支琴在60年代的时候出现在乐手的眼中是非常惊艳的。SG 本身的音色也非常的独特在当年就相当于今天所讲的这个万能琴，所以它的风格跨的维度也很广。虽然 SG 有如此让人惊艳的地方，但是在当年呢，有一位乐手对这个琴呢并不是惊艳，他反而呢是这个惊悚然后更巧合的是呢，这个 Gibson 公司呢还找到了这人，并把这人的签名呢就印在了 SG 的这个上面。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 Les Paul 本人。那么 Les Paul 呢，在他自己的这个回忆录里头，曾经写过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呢，他去这个遛弯去，逛琴行，然后就在琴行里呢，看见了一只 SG。他看到 SG 之后呢，他就是说了一段话，这是原意。他说：“这么难看的一支琴，上面怎么能有我的签名呢？”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比较严重。因为你让这个 Les Paul 本人惊悚了，这个事情呢就得有点变化。
所以从这个63年之后再生产的 SG 就没有 Les Paul 的签名了，那么它也就不再作为 Les Paul 的一个签名款，反而自己独立出来，叫做 Solid Guitar， 然后一个缩写变成今天我们已知的就是 SG。不过在16年所生产的这个 Custom 级别的 SG 呢，在琴颈的这个在琴头的这个钢筋盖板这里，还是会出现 Les Paul 的签名，所以在这一点呢，可以弥补一些乐手对这种复古的一种情节吧。那么其实呢 Les Paul 本人对 SG 他是知情的，咱们这里呢也有一个相关的依据啊。大家请看，这里呢是 Les Paul 的一张黑胶的专辑。那这位呢就是 Les Paul 本人，旁边这位呢是他的夫人 Mary Ford， 这位也是在50年代非常家喻户晓的一位歌手。但这都不重要啊，重要是看他手里拿着的就是一支 Les Paul SG 的最高型号 Custom。在这个钢筋盖板还有装饰盖板这里，除了有 Les Paul 的签名之外，还会标有 Custom 的印记。所以说Les Paul 对 SG 其实是知情的啊。同时，我们再从这张专辑的扩展来讲一下，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吧，Les Paul 其实对 SG 是认可的，因为如果他对这个琴真的是嗤之以鼻的话，那么这个琴是不可能出现在他的这个专辑封面上的啊。但不管怎么说呢，Les Paul 作为一名传统的爵士乐手吧，那可能 SG 在某些创意上的确超出了他的这个所接受的范围。但是 Gibson 公司呢，从一个合适的历史节点，打对了 SG 的这张牌。那么到今天呢 ，SG 也是每产 Gibson 当中销量最好的一支琴。那么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我手里的这支 Gibson SG-61 06年所生产的一款琴。咱们首先呢，就是来听一听它的这个基础音色。基础音色呢，其实就是在不借助任何辅助设备的前提下，这个琴本身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支琴呢，也是06年的琴嘛，所以到今天有些年头了，它的共振呢就非常的舒展，很舒适。同时呢，就是整体的这个配件没有任何的杂音，声音呢也非常的这个顺畅。那么接下来我们接上椰香来听一听它的原声音色。
这个原声音色呢，还是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的啊，而且它的这个原声的音色很带有一点点那种爵士音色的那种味道。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它在 funky 下的一种表现。那么在 funky 这个乐段当中呢，就是很明显的反映出 SG 一个音色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每一个频率段都是比较这个均衡的，所以它抡甩出来的这种效果的声音呢，比较工整，但同时呢也不失这种力度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支琴在过载时的一个状态啊。SG 就是 SG 啊，这一旦过载之后，就能找到那种，就是感觉是一种脱缰野马的那种效果哈。手上稍微一不留神，这个声音就会爆裂开，很舒服啊，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的过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就是它的 crunch 的音色。那么说到 crunch 呢，就是一定要演奏一点 AC/DC 的东西，因为 SG 这个琴。在 hard rock 这个风格领域当中，很有一种王者的风范啊。
一个很有攻击力、侵略性的那种声音，野性十足，而且非常的这个生猛。可以说是在 crunch 这种效果下，把 SG 的这种音色的特点体现得非常的畅快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就是 SG 它在失真状态下的一个表现。那么在失真状态下呢，SG 那种就是首先是它本身那个每一个声音的点都非常的这个均衡，所以说它的这个失真出来是相对于工整，再加上它那种爆裂性的边缘有一种那种毛刺感啊，我很喜欢，而且在清晰度上呢也有很好的表现。那么刚才所演示的这些音色呢，都是在SG 的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尝试一些极端的音色，看看 SG 的表现如何。无论是颗粒感还是那种撞击力，非常的生猛，可以看出来 SG 那种颗粒感的那种烈性。所以说，我觉得 SG 还是比较秉承了他当年的设计的理念吧，就是他的这种对风格的跨越度还是比较广的啊，而且这个声音让我觉得超乎我的想象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测评的特点吧。首先大家都知道啊，咱们九和吉他维修其实是以这个吉他的维修啊、定制啊以及一些售后为主要业务的，所以咱们呢是不销售吉他的。我们呢只是在这些业务当中啊，会把一些碰到的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是问题比较典型的一些琴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就比方说我手里的这支 Gibson SG-61，它其实在我们这里是做了一些改装的啊，也就是说大家刚才所听到的那个音色，它并不代表61的一个正常的水准吧。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支琴在我们这里做了哪些改装。首先呢是更换了 Tusk 的琴枕，也就是现在某些商家所宣称的这个人造象牙的材质啊，但这个描述显然是不正确的啊。那么为什么更换这个琴枕呢？ SG 它原有的琴枕是塑料的啊，那么在这个空弦以及摁品音的时候呢，它会存在一个差异。
那么你选择了这个 Task 的琴枕之后呢，这个差异呢会明显得到改善，同时在高频以及延音上呢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更换了原有的品丝啊，但这个是个悲剧啊，这个是个悲剧，因为它更换品丝并不是因为它的品丝磨损过于严重啊，这个待会儿我们再回来说。再一个呢，就是给拾音器槽刷了屏蔽器啊，这个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降噪。然后再进行了是整琴的调整。那么在整琴调整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琴桥的部位啊，也就是它那个弧度存在于很大的误差，我们使用了这个琴桥锉也进行了修整。同时呢，就是琴主呢希望这个琴在音色上会有一个更温暖的表现，我们也给它更换了这个黑寡妇的电容啊。然后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啊给它这个更换品丝是一个悲剧啊？首先我们来看一张图，还是这本书啊，就在第1页，很明显的看到啊，就是在它的这个琴颈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塑料的包边的，而且这个包边呢还往上延，包住你的这个品丝的两端。那这样做呢，最大的好处呢，就是防止你在弹琴的时候呢，对你的手进行这个刮蹭，就是品丝啊，对你的手进行刮蹭。但这支琴呢，显然就是在这个部分呢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误差。这个误差呢，就是首先它的这个品丝的包边以及琴颈这里呢有缝隙，而且缝隙比较大。同时呢，这个品丝呢还高于它的包边。还造成了一个斜坡的这个角度，那基本上这琴就没法弹。要不就是你弹着弹着这个琴弦容易脱品，要不就是你的这个琴弦卡在这个缝隙当中。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通常的做法呢，首先是拔出品丝，然后用按压式的方式，也就是嵌入式的方式安装品丝啊。那么琴主呢，显然是在这个环节上呢，有点这个受伤了啊。他希望我们呢能够彻底解决这个事儿。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是重新整平指板，修整弧度，同时打掉这个多余的包边啊，然后按照正常的方式就安装你的品丝啊，也就是品丝呢现在这个状态是盖住你的这个包边的。那么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我想说一下，就是在今年吧，就是16年Gibson 在 SG 这块它分了2个产品线，一个是传统的，那么传统的还是这种啊，就是包边呢去包住你的这个品丝，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做改进版。那这个版本里头呢，它的处理的方式呢就是品丝没有被包住，反而是盖在了这个指板上。那么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管中窥豹一下，就是 SG 在包边这种传统的设计上来说，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选择啊。如果它是唯一的选择的话，那 Gibson 公司也不会再推出这2条的产品线。那么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这支琴呢，还有一个这个隐藏的技能啊，这隐藏的技能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没错，这支琴颈呢，的确是有点软。那么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专业术语来讲呢，叫做 rubber neck， 也是呢叫做这个橡胶琴颈
那么如果你碰到一款这样的琴呢，其实也大可不必太纠结啊，因为其实在这种 rubber neck 下呢，会给你在你的中低频一个更好的表现啊。其实，在刚才的音色演示当中，大家也可以去体会这一点。那我想说的是呢，其实这个吉他呢是作为一个音乐的创作工具啊，大家没有必要像奥运会一样追求这种，比如说是更笔直的琴颈，然后呢这种更低的弦距，各种复合式的这种弧度。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去关注于这个琴本身的一些特性，然后抓到这一点，把它变成自己音色的一个特点啊，用它来创作你的音乐作品。我觉得这是一种态度吧，然后供大家参考。Kiss me twice and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Love.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那么您的订阅、留言、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如果您的乐器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光临全国各地的九和吉他维修加盟店。维修店的列表，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和网站。我是王林潮，下期见。